嗨，大家好，我是敖先生，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要来讲非常多人敲碗已久的药厂工作和职涯发展。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先声明一下，今天影片内容呢，主要是我根据自己的经验、上网查的资料，跟很多已经在工作的学长姐谈论过后做的总结。所以有一些职位不见得每家药厂都有，或者是呢，在每家药厂的名称可能会不太一样。不过基本上工作的内容可能大同小异。然后我写完脚本之后啊，发现真的是内容超级无敌多，所以今天的影片呢，应该会分成上下2集。这集呢，会先跟大家介绍一些耳熟能详的药厂职位、工作内容以及迷思破解等等。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快开始吧。好，那我第一个要介绍的药厂工作呢，应该是大家最熟悉，也是最多人听过的业务代表 （Sales Representatives）。那业务代表工作内容呢，就是向医生推销药品嘛。那在药厂里面，其实它也算是最好入门、门槛比较低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新鲜人呢，在刚毕业的时候会选择去药厂当业务。进去之后呢，再转换跑道，就有点像是先拿到入场券，再决定你要去玩的游乐设施的概念。那大家听到业务就知道业务会有业绩压力嘛，所以业务的薪资结构呢是底薪再加上奖金。那药厂呢给的奖金其实也算蛮不错的，我有听过学长姐啊，在毕业第1年的时候呢，业务达标甚至超标，就可以在第1年破年薪100万。那我接下来呢要帮大家做一个迷思破解。大家想到业务的时候，可能就想说：天哪，业务是不是要整天花天酒地啊，陪医生喝酒喝到半夜3点啊，用一些社交手腕啊，帮医生接小孩啊，送东西啊，送名牌包啊？甚至还要帮医生买礼物送给小三。那其实呢，答案是 no， 不用。目前呢，在外商药厂，尤其是欧美商的法遵 compliance 非常的严格，对于所有的公关费如何使用啊，用在哪里，都有很严格的把关，不太可能说你随便想要送个名牌包，去个酒店就可以这样做，而是需要经过公司批准和审核的，所以钱用在哪里都会被公司严格的控管。另外啊，我也访问过将近10位做业务的学长姐，他们说其实现在很少会需要做那些违背良心啊或违反上良世俗价值观的事情了。现在的药厂业务呢，越来越专业化，不再只是透过社交手腕来让医生选择自家的产品，而是把书读好，了解自己卖的产品，然后帮助产品找到对的医生和对的病人。而且所有的推销方式呢和模式，其实都是业务本身自己的选择。不过还是大部分学长姐都说，做业务其实就像是追男女朋友或是交朋友一样，他们也会跟医生慢慢建立起坚强的情感。比如说，有些人会在假日的时候啊，跟医生一起打桌游啊、打篮球，或是医生看诊看到比较晚，会接送医生下班等等。但这些都是个人的风格啦。如果你能够接受，你就做；你不能够接受，你还是可以找到其他方法把业务做好的。目前呢，是都没有听过任何可能会上新闻版面的事情。那讲完了业务呢，我们就要来讲另外一个很多人可能会搞混的行销 （marketing）。很多人容易把行销和业务放在一起谈。也的确，很多做业务的学长姐之后呢，会转去做 marketing。那有销售经验呢，在做 marketing 上面，某种部分来说也是个加分。但是实际上 ，marketing and sales 他们的工作内容差异非常大。marketing 呢，可以说是药品销售的大脑，而业务呢，有点像是药品销售的手脚。marketing 需要做的呢，是负责规律化战术和策略，甚至呢，懂市场的相关理论啊，跟分析市场数据，把这些资料综合在一起之后，变成销售的方针，来让业务去执行。而 marketing 实际的工作呢，也是非常的五花八门，像是需要时常跟不同部门的人沟通啊、开会，然后举办一些学术活动，让自己的产品曝光等等，或是带一整个 team 和医生出国开会。我觉得呢，他们就有点像是产品的妈妈或是产品的保姆一样，做的工作呢非常的杂，非常的多，也一言难尽。讲完了 marketing 之后呢，有另外一个药厂里面常见的职位，也是跟 market 有关，但它不是 marketing，
它是市场准入 （market access）。那因为名字里面都有 market 嘛，所以大家可能会跟 marketing 搞混。不过市场准入做的工作其实非常的特别，简单来讲呢，就是帮助产品进入健保，尤其是在台湾这样的市场里面，这个职位就格外的重要。因为台湾的药品呢，健保占了90%以上的市场。如果你的药品是纯自费，除非产品本身非常的有竞争力或不可被取代性，不过通常这样的药品就会进健保啦，不然的话没有进健保，其实很难成功卖出好的业绩。而市场准入其实也不是送件就好了哦，当中包含了非常多跨部门的沟通啊，对内对外的沟通，甚至是和国外的母公司谈论台湾可以卖的健保价格等等。那文件撰写当然也占了一部分。另外，如果你懂得药物经济或是有相关的背景，也非常的加分，因为健保的预算是有限的嘛。那我们现在都需要估一个新药品进到健保市场的财务冲击如何，钱在健保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你懂得药物经济，懂得健保如何运作以及这个游戏规则，就会是非常棒的武器。那我之前在参加各种讲座啊，或是跟学长姐聊天的时候，就有问到，做 market access 这份工作呢，需要的沟通和文书处理占的比例大概是多少？那得到的答案差不多都是沟通50%，然后文书50%。然后也有学长姐特别建议说，以现在呢要入场 market access 这个领域的话，建议有硕士学位会比较好。好，那这一集呢可能会介绍的最后一个工作，也是 M 开头的工作，就是 medical affairs 医药学术部门。那 medical affairs 它的入门职位呢，就是医药学术专员 MSL Medical Science Liaison。那这个工作的学历要求呢，比前面3者来的严格许多。目前在台湾呢，通常都一定要有硕士学位以上。那这个部门呢，甚至在国外或台湾有所谓的3D 神话，就是一定要有 PharmD、MD、PhD 其中一种 Doctoral Degree 才能进得去。那工作内容呢，我自己认为呢，简单来说就有点像是药厂里面的智囊团。像是 sales 啊，或是其他部门的人员，在对外沟通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难度比较高的学术问题。这个时候呢，就需要 MSL 出马。这边呢，可以补充说明一下 ，MSL 和业务最大的差别呢，在于 MSL 可以讲所谓的 off-label 的内容。平常业务在推销的时候，只能够讲访单上面记载的数据啊，跟记载的用法啊，记载内容等等。但是 MSL 呢，可以跟医生谈论最新的临床数据，各式各样国外做的实验，以及一些没有在访单上面被记载的东西。那另外呢，有一些 MSL 呢，还要提供公司内部的学术训练，像是告诉各位产品最新的内容啊，帮大家 update 一些资讯等等。在公司里面呢，就像是老师一样。那听完 MSL 工作内容之后，大家可能就会发现，这个工作其实蛮需要阅读大量的论文 paper， 而且还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样的工作的门槛会比其他前面3者来得高。好啦，以上就是今天这一集的影片，非常感谢你看到这边。不过因为内容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还会在后面呢出几集影片讲药厂相关的职涯发展跟工作。如果想要看的话，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或是可以写下你对于药厂的一些疑问，我也会尽力的去回答。当然啦，也别忘记帮我点赞、订阅，还有分享给你所有读药学系的朋友们。我是郝先生，我们下次见。好，刚刚发现呢，影片可能不只会有2集，可能会有3集，因为真的是内容也太多了吧。临床试验部门比较特别，并不是每一家在台湾的药厂都会有。现在越来越多的药厂啊，会把临床试验的案子外包给所谓的 CRO 公司。